大家请看，这就是彩虹海。张班长，你说的那20多道彩虹在哪里啊？那个太阳落山之前，要是赶上大暴雨，兴许能看见。什么？要等下雨？你怎么不早说呀？风雨之后才会见彩虹嘛，孩子都知道。你哪见过大晴天出彩虹的？方董，咱们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大家稍等稍等，前面还有一个更美的地儿，叫仙女湖，我带大家去看看吧。不看了，走了。再见啊，有空常来玩。我让你们再来。快！教练，怎么样？还能咋样？让那混回来了呗。要不然明天我和张冲再去试试。算了吧，你们就别去了。那帮大妈大婶光唾沫星子都快把人淹死了，你去了也没用。那不一定。张冲，明天跟我去，我给他们唱一出诸葛亮舌战群儒，张无忌大战光明顶。前面给我停一下，我去买个风筝。哎，秃子啊，入伍这么长时间，想家没？我没家。没家？那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？哎，行，哪儿那么多废话？赶紧想想一会儿咋办吧。你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来，小朋友，去帮我把刘主任叫来啊！你们两个海训场的吧？是，您好，您就是刘主任吧？对。真没想到您这么年轻，您今年20几啊？你们两个是为租地的事儿来的吧？是啊。啥事儿都瞒不了您，正是。来，大家都安静，过来开个会来。来，坐吧。各位叔叔阿姨，我是海训场的蒋小鱼。今天来，本来是为了租地的事儿，来跟大家商量商量。可到了这儿以后，我改变主意了。咋了？这地，确实不能再租给海训场了。有啥呢你？我为啥这么说呢？因为我也是在海边长大，知道现在鱼不好打，钱不好挣，不能因为部队的事儿，就断了村里人的财路。您说对吗？这个小伙子说话在理，比昨天那个明白事儿多了。阿姨，其实我有个私心，我想求您一件事儿。啥事儿啊？我想在海边要一小块地，能埋个棺材，建个碑就行。你想葬谁呀？我要葬我的师傅。我的师傅刘小山，18岁就参军了，在侦察连干了5年，在海训场守了7年。1个月前，一伙海盗抢了我们的渔船，杀了我们的渔民。我师傅带着我去跟他们拼命，最后撵走了海盗，抢回了渔船。可是我师父刘小山在战斗中牺牲了。他临死前对我说：“小鱼啊，等我死了，就把我葬在这片海边，我得守着这儿。”我问我师父：“你守啥呀？”我师父说：“我守着这片海，就算我死了，也不能让海盗欺负咱们渔民乡亲。”你说的那艘船
是不是叫远洋号？是。哎，刘姐，那不是你们家老三和大东他们出事的那条船吗？小伙子，啥话也别说了，回去告诉老邓，就冲着你师傅救了我们村的男人们，这地你们接着租。阿姨，这使不得吧？我说使得就使得，不就是少挣点钱吗？现在日子好过了，谁家还缺这一斤半点的？你们说是不是啊？不给他们。我替我师傅在这里谢谢你们。是，明白。情况已经报到旅部去了，旅里面正在开会研究。你们那边办的怎么样了？村委会那边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，可是开发商的态度十分强硬，说必须履行合同，让我们挪地儿，不然的话就要让龙头村委会赔400万违约金。啥？400万？他们想钱想疯了吧？合同上是这么写的。唉，即便是打起官司来，法院判决也会支持开发商。小雨，你那边查怎么样了？查到了，查到了。哎，你们猜，那个鼎信集团的大老板是谁？行了，别卖关子了，快说。沈哥他爹。你说鼎信集团的老板是沈参谋他爹？如假包换的亲爹。那赶紧跟沈参谋联系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劝劝他爹。我这就给那小丫头打电话，我看她脸往哪儿搁。喂，你好，请问哪位？我是你的救命恩人蒋小鱼。你呀，你还活着呢？废话，我当然活着呢。哎，你要是没事我就挂了。你要好意思挂你就挂。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你爹的公司要抢我们海训场的地，你作为作训参谋，你胳膊肘往外拐，掉炮往里揍，你连声都不吭一声。我爸是我爸，我是我。他的事儿我从来不干预。不过，我可以帮你给他打个电话。剩下的事儿我可不管了啊。对，你说的对。行了，我这儿忙着呢，扯那没用的干啥？就这么着，挂了。咋说的？他说我越来越帅了。喂，爸。你看，你还亲自来了，打个电话不就完了？哦，你是专门为了来看帅哥我一眼的，对吧？我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。就你这智商，我不是怕你找不着路吗？我专门过来接你的。太让人感动了，老沈。我告诉你啊，这次事儿要是办成了，咱俩可就互不相欠了啊。好。哎，你刚才叫谁老沈啊？你呀，你就是传说中老仗义的沈参谋，简称老沈。听命令，收起，立正，收起，立正。还算听命令。走吧。等一下，我去拿样东西。你好，你是？我是海训场的蒋小鱼。请把箱子打开，我们要检查一下。好。请接受一位退伍老兵的敬意。那个，你太客气了，都是自家兄弟。会师在这边，请跟我来。好。
大家好，我是海训厂的蒋小鱼。您是海训厂的代表吗？对。今天我特意请假来到贵公司，是为了给大家讲一个故事。经理，要不要把保安叫进来？先看看情况再说。好的。这件旧军装的主人叫刘小山，是海训厂的一名老兵，是我的教练，我的师傅。不好意思，蒋先生，打断一下，因为接下来我们有很多细节需要讨论，时间上可能比较紧张，所以请问这个刘小山他会来参加今天的谈判吗？他来不了了。大家请看，这件军装上有7个窟窿，这7个窟窿是一颗手雷留下的。大家知道是什么人扔的手雷吗？是一群侵犯我国领海的国际海盗。我师父为了救我，只身跟海盗搏斗，最后我得救了。我师父中了海盗的手雷，只听一声巨响，我师父缓缓倒下。我师父临死之前对我说，作为一名战士，能够死在战场上是他的荣誉。在和平年代，能够死在他终生捍卫的这片大海上，他很幸福，因为他把他的每一滴血都流进了祖国的大海。我的故事讲完了。今天不用谈了，小伙子，我请你喝酒。喝酒可以，先把跟村里的合同解了吧。而且，我们董事长已经很多年没请别人喝酒了，今天为您破了例，还好意思提条件？今天咱们这儿啊，没有什么董事长，就是一个老兵，请个小兵喝酒。好，我知道部队的规矩。穿着军装在军营外不能喝酒，现在可以了吧？这衣服一定挺贵的，可别让我给弄脏了。再贵，我乐意给你穿。小兄弟，来，为了你的师傅刘小山，为了咱们海军陆战队，干一杯！哎，来，干！记住了，记住了，我一定来看你。是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爸，你怎么能喝这么多酒呢？哎，小姨，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的女儿沈哥，哦，也在你们海军陆战队。是啊。哎，沈哥，这可是你小姨叔叔。哦，这就是大侄女啊！哎，是。嗨，大侄女你好。呸！快停车！快停车！哎，玉，你别把我爸的衣服吐脏了，这衣服挺贵的，这个。哎，我军装呢？你刚才不是搁车里了吗？哦，那个大侄女啊，你放心，叔我今天没喝多，啊，我清醒得很，真的。那个我，侄女，谢谢你啊。谢我干啥呀？保住了海训场，就保住了我龙叔和我师傅的根；保住了海训场，就
保住了我们哥几个的希望。哎，所以呢，我必须得好好谢谢你。那咋谢我呀？你说。我说啊，你刚才老跟我冲大辈儿，那你现在叫我声姑姑。啊？你叫不叫？叫。姑姑。哎，这还差不多。行了，赶紧走吧。姑姑。哎，我说啊，你这车开的也太颠腾了，把我这点酒劲儿都颠腾上来。那个，行了，我到了，大侄女你回去吧啊。哎，你说什么呢？叫谁大侄女啊？你要再乱认亲戚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啊！你松手，松手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你这是干啥？你以后还得嫁人呢。你快回去吧，再烦我，小心我把你绑在草船上借箭去。哼，你话虽然这么说，可是你心里边不舍得，对吧？你就放180个心吧。你喝药，我递瓶儿；你上吊，我给绳儿；你跳楼寻死，那我挥着小手绢给你送行。有缘再见。口是心非，绝对的口是心非。哎，对了，我的箱子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这喝多些呀你！秋雨，你没事吧？如何？看那架势没少喝呀。啊！为了保住海巡场，我蒋小鱼拼了，喝倒了一大片，到最后，都朝我敬礼。瞧，都来了。哎呀，咱这鸟不拉屎的地方，没想到也能这么热闹啊！那是，陈政委回去这么一宣传，这海巡场想不热闹都难。人家热闹人家的，我们到头来还只是个看场子的。那看着他们，也比看着满满海滩的螃蟹呀、蛤蜊呀强多了吧？这倒是。同志们好，同志们辛苦啦！别打！哎呀，别打！是我！别打严哥！哎呦，是我！哎，别打！哎呦喂，是我！是你？哎，是你小子！是我！哎，下手够狠的你！我错。你们身手还不错呀。这看来这段时间在海巡场都没闲着呀。瞅这两下子，我就知道是你小子。啊，我说哪阵风这么仗义，把你们几个小子吹来了？嗨，这也不是咱侦察大队要搞防空演习嘛。明天我们要跟虎鲨大队
搞对抗。哦，我说我们又洗床单又做饭呢，原来是伺候你们几个小子。哎，这怎么？鲁云他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儿没事儿。啊，对了，演习的时候你们一定替我好好收拾收拾。虎鲨大队的那些老兵，在寿营我就瞧不上他们。没问题。哎，这次演习不是你们3个也参加吗？啥？啊？还有我们的事儿呢？啊！你怎么又得罪了？不是说好不说的吗？雨刀，我们也参加啥任务？那个，跟你们一起。我以为你们都知道了呢。我问你啥任务，你说呀。这次演习吧，你们3个当俘虏。当俘虏？好，当俘虏好。当俘虏还好，这不知好歹了都。不是。越看越闹心。你说咱们在人家地盘天天受气，现在到了自己地盘了也受气。你再看看人家，成天除了摸枪就摸炮，今天打这个中队，明天打那个中队的。咱们倒好，天天跟着海边垃圾较劲。瞧你这暴脾气，你是属炮竹的，人家不是说了吗？也让咱们参加演习。呸！那叫参加演习啊？好容易参加一回，让咱们当俘虏。张小鱼，你自己要去丢人，你就自己去，请别拉上我们俩。这怎么成我拉你们当俘虏了呢？我要是说了算，我一准让你们去当尖兵。我好，我穿个白围裙，跟实验室的小白鼠似的，啊？那怎么办呀？我们总不能跟只小白老鼠一样，听天由命吧？我想想办法。要不咱们跟老家伙，让他给咱们想想办法，能不行？试试呗。我来了。哦，坐吧。有点事儿耽搁了。长话短说，今天这个会的主题就8个字：做好保障，当好俘虏。啥？咋还当俘虏呢？我说教练啊，你现在让我们仨当俘虏，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啊？再说了，也不用3个人都去吧。这样，我把机会让给他们俩，我陪您在这儿看场子。你们谁也跑不了，俘虏不是3个，而是4个。4个？不会还有您吧？警卫连的人全部被调去安排场地了，所以我就临时客串了。我不当俘虏，我可丢不起那人。秃子，你说我欠揍，爱咋咋地，谁愿意去谁去。秃子，张叔，坐下，坐下。坐下，好汉不吃眼前亏嘛。再说了，当俘虏怎么了？反正是演习，输了赢了都是假的。哎，兴许人家给咱使美人计呢。臭鱼，你又胡说八道。根据演习的情节安排，你们4个是投靠我们2大队机要人员。2大队的主要目的是突破我们1大队的防守，攻过来抓你们灭口。你们4个的任务很简单，老老实实在这待着。
当俘虏还不够，还得是当了叛徒的俘虏。没事儿，叛徒就叛徒呗，反正已经把咱们捆在这儿了，他们说啥就是啥。我们这当俘虏的，待遇还真够可以的，吹着海风，看着海景，简直是享受啊！行了，都别瞎扯淡，是我特意让他们把咱们安排在这儿的。他们拿咱们当俘虏，但你们不能真的把自己当俘虏了，都给我认真看着。我明白了，教练，你是让我们观摩他们的攻守战术呢，对吧？今天参加演习的2支侦察部队都是高手，对别人来说是一场高水平的军演，而对你们来说就是一堂免费的教学课。明白。武将，你看，开始吧。看来这第2大队的兵实力不咋地呀。我看呐，想灭咱的口，估计没戏了。2大队的实力确实稍逊一筹，但是在战术运用上绝不含糊。他们现在正在使用的是前行攻击配合蛙跳战术，这可是美军攻打伊拉克的战术。蛙跳？对。1大队把全部的主力都投入前线的防守上，可2大队利用空中力量的配合，只先后进攻几个中心要点，直入腹地，就像青蛙在荷叶上跳跃一样。等到1大队的前线防守被绕过之后，真正的战斗才算开始。看到1大队的防守队形了吗？那是 Y 字队形吧？对，3组队员会以120度的夹角结合在一起，无论敌人出现在哪个方向，至少会面临着其中的2个小组，而第3个小组可以立即进行迂回式包抄动作，即使是被双向伏击，但仍有1组队员可以处于不被伏击的开口。这种队形进可攻，退可守，堪称完美了。要是你们现在是2大队的人，遇到的对手摆开这种队形，知道该怎么对付了吧？打他们的连接点。哼，你小子心里得有72个空洞眼儿。
现在1大队已经守不住了，2大队到了收网的时候了。你们到底是俘虏还是指挥官？这话说的怪瘆人的啊！别让他们说了，绕到附近草丛去。别介啊！我说，这风景这么好，就让我们在这儿坐着吧。不行，你们的话太毒了，说什么什么都应验。你们不会是2大队派来的奸细吧？瞧你们说的，也太抬举我们了。其实我们什么都不会，就是纸上谈兵，过过嘴瘾。我们在这儿看2眼，不碍事儿啊。是啊是啊，就让我们看会儿热闹呗。我要是2大队的指挥官，我就让地面部队做火力牵制，另派一组队员从水面潜到我们侧面进行包抄，这样至少可以减少1半的人员伤亡。我要是指挥官，我就派人从这后面攻上来。几位爷，我求你们了，别再说行不行？快，2大队的从后面礁石攻上来了。下面敌人多，小心！冲啊！哎呀，于哥，你被我打死了！死得好，死得其所，死得过瘾。 96、97、98、99、100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快！那个，师叔擦汗。你喝水，师叔。就师爷，我这手法还可以吧？说吧，你们3个臭小子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求我？师叔圣明，都让您猜着了。师叔，您看我们天天的除了练就是练，您是不是在教我们点新本领啊？哎呀，我该教你们的都教你们了，剩下的就看你们自己练了。师叔，这就是您的不对了，您咋能糊弄我们呢？您肯定有新本领藏着呢，你那本领啊，藏着藏着就烂在这海训场了。你不如传给我们3个，我们3个呢还能把您的功夫发扬光大，也好给您老人家扬名立万啊。对呀，我没糊弄你们，我该教的都教你们。 咋的？纯是铁公鸡呀，这个。你们等着瞧，就算他是铁公鸡，我也要在他身上拔下几根毛来，多拔几根，做个胆子。来，敬师叔，敬师叔。难得你们几个小子还知道孝敬孝敬我啊！师叔，您接着讲啊，在马尔斯比武大赛上。 您后来碰着那个理查德大兵，你和他狭路相逢之后怎么着了？哎，别提了。本来想速战速决，一个侧旋踢直接杀向那个大兵，你猜结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我是冲他面门去的，结果那个老外比我个子高啊，那家伙身高都小2米了。哎呀妈呀！这一脚踢到他胸口上了，他硬是用双手把我的脚给接住了。 再然后呢？再然后，我一看形势不妙，一溜烟就跑了呗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，是吧？不是吧？都这个时候了，您还不用您的绝招啊？可说呢。嗨，我哪有什么绝招啊？您太谦虚了。您是谁呀？侦察兵大队的传奇人物鳄鱼，您怎么可能没有绝招呢？对呀。 我明白了，今儿这顿酒，你们3个是想把我灌晕了，然后从我嘴里套东西，是吧？师叔啊，
我们1个月的津贴都搭进去了，您就别藏着掖着了。那个，您把武功传给我们，我们绝不外泄，好不好？得了，谁让吃人家嘴短呢？你们3个过来。还真让你们3个臭小子给猜着了。我这手里确实有一个独门秘籍。别说你们不知道，连小山呢跟我这么多年，他也不知道。真的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师叔最仗义，可不是咋的。不过呢，我这独门秘籍啊，不能传授你们3个。你说这一帮人都知道了，这还叫什么独门秘籍？咋办呢？我最多只能传授你们当中的1个人。那就要看你们自己争取了。师傅啊，我是一直跟着您练的，我可不像他们俩半路赶投你门下，你必须得教我呀。那凭啥呀？哎，师叔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学东西那老快了，真的。我跟你说啊，你算了吧，就你这脑子还学东西老快了。你说啥呢你？行了，别争了。为了公平起见，我们做个小游戏。看到没？我这有个哨，你们谁先把它抢到手，然后吹响了，我就把我的独门秘籍传授给谁。使什么招都行，什么招都行。说话算话啊。有了我的独门秘籍，保证你们打遍寿营无敌手。张冲别动，我还没说开始呢。可以开始了。烦不烦呀？我这刚洗得干干净净的，明儿再说不行啊？我已经等不了了。哨子在这儿，小子有本事过来拿。呀！小子记住了，当一个蛙人，永远不要把自己的背后亮给敌人。师傅，您这话应该对自己说吧。哨子给我啊！小子，我话还没说完呢，不要把自己的背后亮给敌人，除非你是想故意引敌人上钩。你样好。哎呀哎呀！
可是你说的用什么招都行，你快说哨在哪儿？快说！在鞋坑里。臭小子，下手够狠的啊！师傅饶命！哎，师傅，师傅啊啊！师傅，不行吧？师傅，求求你了啊！别打脸！